游览完中国最东边的城市抚远，我们继续一路向东，探索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土地。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黑瞎子岛，它也是中国东极。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黑瞎子岛的主权是中国2008年才正式收回的。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前苏联将黑瞎子岛占领。2008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在黑瞎子岛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自此黑瞎子岛重新回到中国管辖。黑瞎子岛地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的地带，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河之隔。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称之为伯利。黑瞎子岛是一个江水冲击出来的三角洲，又称为抚远三角洲。之所以叫黑瞎子岛，因为上面生活着很多黑熊。黑熊视力不好，当地人称它们为黑瞎子，这个岛也便被叫做黑瞎子岛。现在的黑瞎子岛已经变成了一个湿地公园，上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黑熊园，100多头黑熊生活在园内。游客可以乘坐十分安全的探险车去野熊生活的区域探险以及喂食。除此之外，这里的东极宝塔和东极广场也非常有名。在东极广场看到中国每天的第一缕日出，是很多游客来抚远必做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探秘中国最东边的土地黑瞎子岛。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依然在黑龙江的抚远。那今天呢，我们从抚远的市区出发，开车大概35公里，到达了我们中国陆地的最东端的位置——黑瞎子岛。从抚远市区开车过来，大概需要40分钟。我们刚刚到达黑瞎子岛这儿。其实我们俩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的。马上我们就要到中国陆地的最东端了，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雄鸡版图上的机关的位置了哈。我们已经买好票了，现在准备去黑瞎子岛。看一下我们的票啊，黑瞎子岛，哇，这是向往了多少年的一个地方啊！以前整天听这个名字，现在呢是冬季啊，黑瞎子岛上面的那个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楼，那个是不收费的。然后这个票主要是管熊园，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去熊园里面看黑瞎子了。走吧。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中国陆地的最东端黑瞎子岛。黑瞎子岛呢，也可以叫它抚远三角洲，它是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的黑瞎子岛镇。那这个位置呢，是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交汇点的这个西南侧，这边呢是我们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了。黑瞎子岛呢，并非是一块江中岛屿，它是由于河流的冲击作用而形成的一大片三角洲。那黑瞎子岛这个位置呢，它的三面都是环水的自成体系，所以这里的位置特别重要，因为这里扼守着整个乌苏里江还有黑龙江的通航的一个咽喉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哈，和俄罗斯的一个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是隔江相望的。哈巴罗夫斯克，我们中国人习惯性把它叫伯利，它是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黑瞎子岛呢，虽然远在我们祖国的最东端，但相信所有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的黑瞎子岛。那黑瞎子岛呢，很早之前就有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和生活了。但是呢，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事件之后啊，黑瞎子岛几乎就是整个都被苏联所管辖了，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但是呢，在上世纪50年代末之前呢，中国人是可以自由的出入这个岛屿的。直到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中国人再也不被允许登岛了。那后来呢，也是经过了我们国家几十年艰苦的谈判，在2004年的时候啊，中俄双方签署了一个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那在2008年的10月14号，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的揭牌仪式，大约就是在我身后的那个位置。
那从此之后呢，黑瞎子岛正式的回归中国。黑瞎子岛的回归呢，也标志着中俄双方长达4300公里的国界最终全部敲定下来了。那现在呢，我们俩已经开车通过了乌苏大桥，到现在这个位置几乎是整个斜穿了黑瞎子岛。那前面呢写了个此路不通，再往前呢就是黑龙江的江畔了。那边呢已经属于边境管理区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一条国道的终点，这儿写了 G102国道，它的全称叫做京釜线，是从北京出发到抚远结束，京釜线全长达到了2000多公里。我们在这里啊，又有幸的见证了一条2000公里长国道的终点。那黑瞎子岛在2008年正式的回归祖国之后，不久就对我们中国人开放了观光旅游。那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开车或者坐景区的观光车来黑瞎子岛上面旅游和观光。那上来之后啊，游玩的项目主要是有2个区域哈，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镜头后方的那边有一个野熊园。就大家知道啊，黑瞎子其实就是一种黑熊嘛，因为它在晚上的时候视力比较差嘛，跟瞎子一样，所以叫黑瞎子。那边有一大片的黑瞎子的这个野生的一个，就是供游客玩的一个动物园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坐着那种被钢筋焊住的车在里面去看黑瞎子。大家知道黑熊是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所以呢，我们游客是在里面隔着栏杆去看黑熊的。那另外一片可以观光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区域了，大家可以看到特别高的那个就是东极宝塔，还有就是曾经的中俄双方的一个界碑的一个揭晓仪式，也是在那个位置。然后那块也可以看到曾经俄罗斯在管理黑瞎子岛的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像哨所呀之类的建筑。那我们就先去黑熊园吧，因为现在是冬季啊，听说好多黑熊都冬眠了。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运气能碰到几只。这边是一个岔路口，我们拐进来之后呢，这就是黑瞎子岛的探秘野熊园。我的妈呀，感觉有点害怕呢。这熊挥舞着熊掌跟我们打招呼，它那个爪子也太厚了。今天我们要坐这个车去探秘野熊园。我还以为野熊都睡了呢，刚工作人员说里面还有不少呢。黑瞎子，我第一次见黑瞎子呀。这就是我们要坐的车啊，这是一个北京的，好像是战旗，战旗这个品牌的，它全部用这种网子给隔起来了。你上吧，那师傅都上去了。哇，这车挺好的。哇，进熊园了。大哥，里边是不是全程不能下车是吧？你要下去，反正我就走。太危险了，野生动物。不允许下，夏天可以，夏天有观熊台可以下去。哦，我看他们夏天有个栈道啥的。夏天可以投食。哦。这里面有多少只熊啊？这个？120多只。哇！120多只啊！但是大部分冬眠了。哦。都是野生的吗？还是有家养的？咱们自己养的？野生的，但是已经圈养了好几年了。哦。熊出没。熊出没，请注意。它这有几层门保护安全哈，不让熊出来啊。感觉像侏罗纪公园一样，有那个感觉了。大哥，这里面这熊有没有伤过人啊？没有。啊，以前给它喂饱就没事了。我感觉熊不像老虎哈，但感觉还稍微能温顺一点。温顺。跟老虎比，老虎那太厉害了。熊估计是看不见你吧？还不是说视力差吗？哦，有熊了。哇！刚进来就有熊了。那熊站这么高？下面还有一个大熊。看到了，我说这个熊站这么高。树上的是熊宝宝。熊宝宝。熊会上树呀。可以把窗户摇下来。可以把窗户摇下来了。哇，这熊挺大呀！这么大。这熊挺大呀。关呢？你真想下去啊？车门为啥开了？没关死啊！没关门。吓死我了！这熊挺大。后背发凉了。没事没事，我们都是朋友，跟动物都是朋友。对，我们是本地人儿。
但这熊为啥不冬眠？它俩？它因为它得保护这个小熊宝宝，熊宝宝得吃东西。哦，哎呦，上这么高啊！挺废的，这小熊。那要如果我们夏天带爸妈来的话，就坐那个大车是吧？对，坐大车大车可以投食哈。可以，小投食口。哦。然后上那个观景台可以下去。哦。小车是不能投食哈。今天不可以，对。对。这跟这熊平时吃什么呀？这熊平时吃啥呀？喂肉。我们这儿有饲养员专门给它做。就是熊是杂食动物是吧？对，杂食动物。那它吃面食不？吃啊。啥都吃。哎，远处也有一只。对，2只呢。它不像老虎，吃肉。哦，这有一个小熊，小不点儿。搞什么呢？哦，熊能活这么久啊？那也是个它来拦路来了。它来看有没有吃的。哦，找吃的来了。这熊，哇，这个咱这熊都养的挺好啊。一个都胖的饲养员，膘肥体壮的都。前面有一只拦路抢劫的熊。熊出没了，它跑了。好吧，胆子比较小，躲起来了。挺多，咱看到几十只了。上树，躲到树上去了。电窝呢？你看电窝拿爪子勾那个草呢，哦，让他们整去。哦，拿着草，电窝呢？垫好就睡了。他刨个坑，然后拿草垫一下啊，当褥子哈。那饲养员往里面咋给它放食呀？开车呀。从窗户扔啊？对呀。人也不敢下是不？人不下去。哦。这下去太危险了。对。我和佩佩从野熊园出来了，哇，这一趟行程还是感觉挺刺激、挺值的呀。挺惊因为大家知道吗？他们这边全票好像贵100多，我们今天来了，冬季他卖的是半票。因为冬季熊不是少吗？半票，所以我们想着进去能看到1、2只就不错了啊，结果能看到了将近20只，还挺多的。因为我以前以为这个熊冬眠的时候就是躺在那一动不动的，后来这个大哥给我们介绍啊，这个熊其实它是会醒来的，活动一下。然后再去睡，而且呢，熊一般也就是2、3个月的冬眠期嘛，像现在开春之后啊，它慢慢就苏醒过来了，而且每天呢，基本上是早上冷的时候它才睡觉，像现在中午最暖和这会儿，它会出来稍微动一动啊，有的还带孩子玩的，还有俩打架的，打架挺好玩的，像极了我和狒狒。然后这种车呢，前面还有探照灯，应该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用一下探照灯。看一下整个的车，这整体来说的话，我刚才拍了很多。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车防护非常的好，它轮胎有防护，前面的灯有防护，玻璃有防护，整体都是很好的。我们现在从野熊园出来了，准备去东极宝塔。东极宝塔已经是双语了啊，中俄双语。从这儿右转就是。一个是东极宝塔，还有一个是当时的那个中俄交接仪式的遗址。往前就是黑龙江。对。我们现在来到了黑瞎子岛上，我们中方这一侧最高的一个建筑，就是我身后的这座东极宝塔。我们现在往塔跟前走一走啊，可以看到啊，它这边有一个经纬度。黑瞎子岛位于北纬48度17分至48度27分，东经134度24分至135度05分。那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经度。东经135度05分。那目前呢，在我们国家所有的这个口径上的，我们国家陆地的最东端就是这个135度05分。
我们现在呢，往这个东极宝塔跟前走一走。这个塔现在不知道对游客开不开啊？我看到呢，这个景区的简介上面说了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登上塔顶是可以远眺到整个的黑瞎子岛，还有旁边的这个抚远三角洲的，可以看到乌苏里江汇入黑龙江的场景，甚至呢可以远眺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整个的城市。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往塔的方向走去哈，可以看到两边都是这样大的图腾柱，以及呢围绕着塔一圈全是这些图腾柱呢，一共是有56个的，代表我们国家56个民族。所以呢，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这个东极宝塔的时候啊，门口的简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看一看的。我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从简介上面看到的。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这些哈，只是来这里打个卡，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还看一下做个功课比较好。上了几个台阶啊，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太极广场。可以看到它是超大的一个圆形广场，直径是171米。我觉得这个东极宝塔修的还是很壮观的。我们刚从下面看就觉得已经很高很雄美了，走到跟前一看，哇，太好看了！这个塔顶呢还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灯光出来，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个塔我们刚刚过乌苏大桥就看到了，我觉得对面的俄罗斯人在天气好的时候也是能看到的。天气不好也能看着，因为这个太高了，是吧，涛哥？是的，这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啊。不但有一个醒狮，然后还有一个鼎，还有塔，还有周围这些特别有民族特色的浮雕。另外呢，这个东极宝塔的两侧好像还有一口钟和一面鼓，就象征着晨钟暮鼓嘛。所以这片还是非常有我们东方韵味的啊。看完了广场呢，我们准备上去看一看这个宝塔开没开。目测应该是没有开的，我感觉大概率没有开呀。是的，在这儿挺冷的，在祖国最东端嘛，这儿风特别大。风大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正好又是抚远三角洲嘛。这旁边呢，除了两条大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周围这一片是河网密布，全都是结成冰的大冰块、大冰河在周围，所以超冷。涛哥，我有点怀疑它没开，好像是没开，而且大概率是没开。工作专用电梯不对旅游开放。它是一圈，那边也有电梯，那边有旅游电梯，但是它这个门目前是关着的。我们现在东极宝塔下面这4个门我们都试过了，没有一个开的，应该是这边没有工作人员。目前呢，这个湿地公园也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上不去了。对，如果能上去的话，景观应该特别的好哈。对，在楼顶。但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视野也不差呢。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手指的那个黄色的那几个房子，是我们中国这边的哨所，也可以称为东方第一哨，因为已经是我们领土的最东端了嘛。其实我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东西南北4个极，那我们现在已经去了2个，一个是新疆乌恰的中国西极，一个就是抚远的中国东极。那接下来呢，可能再过个10天左右，我们会到达中国的北极，黑龙江的漠河，太期待了。我们国家疆域这么大，而我们俩基本上已经把这4个点啊4个极点都跑完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东极广场，这就是每天第一缕日光照进中国的地方。对，东极广场。刚来这边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雕塑。这个雕塑呢，其实是2个汉字繁体的那个东那个字，2个字，就大家想象它是90度这样交叉着放的。然后呢，2个字最中间的那个圆球就象征着太阳，意思是呢，太阳从我们中国的最东端缓缓升起的这个意思。那这边现在是冬天，没多少游客。其实夏季的时候啊，每天凌晨的2点多，好多游客在这儿
就为了拍祖国的第一缕阳光，都在这个位置拍的。现在太冷了，主要没人来了。是。哎，我看前面有个指示牌，写的是距一些大城市的距离哈。对，去跟前看看吧。我们来到了这个巨大的雕塑下面，哇，这2个东字真的超大，感觉有几十米高了，好像我们在西极见那个雕塑啊。对，哎，是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真的挺像的。对，东极，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这边有一个路标啊，写的是距离全世界大城市的距离。你先不要看，我先考考你，你猜这里离哪个大城市最近？离哪个大城市？哈尔滨最近？不，哈巴。哈巴。哈巴罗夫斯克就是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嘛。25公里，哎，仅25公里就到了。是。这边距离，哎，真的是啊，距离哈巴罗夫斯克25公里。对。距离勘察加是2000公里。哇，我们现在离勘察加这么近啊！勘察加就是俄罗斯很大的一个半岛嘛。对，勘察加半岛2000多公里。我们一直还想去那个地方，因为勘察加有很多的火山。我们还想着以后有机会去的。原来我们现在已经距离勘察加这么近了。对呀。好吧。而我们距离北京是1700公里，其实跟勘察加已经差不多了。对。而现在这个位置哈，最远的是美国的纽约，9701公里。对。我们在公鸡广场这边还发现了一个界碑。对，这是2012年才立的一块东界碑。因为2004年的时候，中俄双方不是签了一个中俄那个国界东段补充协议吗？黑瞎子岛国家湿地公园东界碑。我们沿着冬季广场走到了尽头，这边是冬季广场大雕塑，我们就沿着这个位置慢慢的走，走到尽头有个亭子，上面是还可以去2楼，有个小楼梯，拐角楼梯。王菲菲打算去楼顶看一看这里的风光。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东极广场最尖尖的位置的亭子2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哈，可以配合地图看一下。其实呢，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特别像一艘船舰的船头，它是一个斜的夹角，非常的窄。大家首先看一下我左手这边，这条江呢就是乌苏里江。我们前段时间啊，一路都是沿着这条江从南到北，从那个新凯湖一路沿着乌苏里江到达了抚远。我们在这儿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面的小镇，对面的小镇呢就是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这个城市下辖的一些城镇。你看到这个镇子啊，他们也有烟囱，也在冒着烟儿，也冷啊，也是同样的在取暖。可以看到呢，他们那边有那种洋葱头的教堂的形状啊，而且房子这种盖的明显跟我们国家的不一样。不过呢，它这种造型的，我们在中俄边境城市也是见到很多这样的建筑。那大家再跟着我的手划一划，看一下我们这个船头尖的位置，这个方向。那这边呢，就是黑瞎子岛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条河，这条河其实属于这个抚远的这个水系里面的一个小河，叫通河。我们在黑瞎子岛上的时候有说过嘛，黑瞎子岛是3面环水的，一面就是环着这个乌苏里江，另外就是这个通河，还有就是黑龙江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岛的另一侧的。我们现在呢往黑瞎子岛这一侧再稍微的走一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前面就是我们的中国东方第一哨。离开了中国东极，在抚远吃了一顿晚餐，我们告别抚远，继续沿着边境线一路向西北，去往中国的北极漠河。不过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鹤岗，经过5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在晚上抵达了鹤岗。